未来为什么要做手机呢？不是因为手机公司都在造车，是吧？也不是因为未来现在车不赚钱，要去靠手机盈利。因为我们的用户需要一款与未来的汽车无缝连接的手机。我们要做让未来的汽车产品更好用的手机。手机厂商造汽车跟汽车厂商造手机这两个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那因为手机整个市场已经是红海了，手机的利润非常的薄，竞争非常的激烈。而汽车呢，作为民用消费品的皇冠，那这个利润是丰厚的。而汽车厂商造手机的逻辑非常简单，就是当前所有的手机没有办法满足汽车厂商对于用户体验的要求，所以他们就造了一台手机。造手机其实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你看罗老师折腾了那么久，对吧？最后亏了多少钱？亏了总共6个亿，是吧？然后未来呢，招这个团队花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搞出来了一台手机，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手机行业是一个供应链整个产业链非常完善的企业。好，各位买好，我是董买买，这期视频来聊一聊买关于 iPhone 15 Pro 以及 Neo Phone 这个长达1个多月时间的体验了。那我呢一直是一个 iOS 用户，那去年其实我都是2部 iPhone 双持的，但是今年呢未来发布了 Neo Phone 之后，那我没啥犹豫啊，就立刻弄了一台。然后呢要跟大家聊一聊这2款手机在我手中目前的一个长期体验，我觉得至少对于双持的用户来说应该会有一些价值。先来说 iPhone 吧 ，iPhone 呢，我每年都会去买，然后呢，在官网下单之后，直接买2年的 Apple Care， 它就会有这个官方的年换新。第2年呢，就可以使用当前手机的一半价格去抵扣新的手机。然后年换新，今年的价格略微高一点啊，以往一直都是50%，今年好像是52%左右吧，反正略微高一些。那有人说呢，这样买不合适，毕竟你把那个手机好好的保护起来，好好的用，然后第2年去卖闲鱼的价格会更高之类。其实呢，我是不太习惯把手机给它贴膜，带个保护壳使用的，我觉得。手机的各种各样的设计师们，他们精心设计，做出了一台轻便那么薄的手机。不管是你贴膜，还是说你带个手机壳，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手机最原始的手感了。所以我从来不贴膜，从来不带壳，然后就这么使用。我也不在乎手机上那些划痕。对于我这样的使用来说，在官网去买，然后年换新非常合适啊，因为。那个手机一定会有巨多的划痕，然后一定会有一些磕碰，但是我不需要去跟二手买家去解释这些细节，不用担心他们到手刀什么的，而且年换新的回收价格就是稳定的。但是你们会发现，去年那个 iPhone 14 Pro Max 啊，就是我这台对吧？我带了一个壳，原因是我把后壳给摔碎了。那苹果的 Apple Care 虽然可以给你修手机对吧？但是如果你的前玻璃碎了，那是可以当天拿到的。但是如果你的后盖碎的话，那需要是返厂去维修的。那返厂维修呢，他们会把手机给收回去，你就需要把手机进行备份。那我比较懒，所以呢我就去买了一个官方的壳。顺便说一句啊，官方这个全皮的这个壳质量不太行，在这个生命周期中我都买了2个了，然后你能看到这个皮的边缘还是起了很多毛刺。我也跟官方去说过你这个真皮的壳质量太差了。官方的小朋友们跟我说啊，这个是真皮嘛，你要好好的保养它的。让我觉得，反正总之，如果你们要买壳的时候，就不要买这个真皮壳了。然后呢，今年我就直接在官网上又买了一台全新的 iPhone 15 Pro， 然后等15到了之后，我把书机转移完，然后才把这台14 Pro Max 送回去修。然后这也是我近些年来我好久没有用手机的 Apple Care 了。就是 Apple 给我换了后盖，给我换了电池，然后正面的屏幕也有一点点裂纹，他们把正面的屏幕也换了，然后还给手机更换了一个序列号。那基本上到我手中一看，我发现这个就是一个全新的手机了。所以呢，目前的14 Pro Max 我也没用，我把它当一个备用手机了。我呢其实是愿意为这种服务去买单的。那 Neo Phone 的购买呢，其实也就更加简单了。未来呢，没有在任何渠道去推这个手机，只有下载 Neo APP 在经济商城去购买，并且呢，我这款 Neo Phone 也是购买了 Neo 的 Care 服务的。那未来的 Care 呢，跟 Apple Care 相比是有一些区别的。未来的 Care 呢是要求你的订单签收之后的第16天。不是发货的时间，也不是激活的时间，是订单签收之后的第16天，这个 Care 才生效，所以要注意啊。Neo Phone 呢也可以用未来积分去抵扣，但是最高只能抵扣1000块钱，就相当于是1万的积分嘛。那未来的积分呢，在闲鱼上买，基本上是8折上下吧，所以呢，你差不多又能省200多块钱。Apple 的无可替代呢，就是 iOS 生态。你看我在家办公用 Mac Studio， 屏幕呢用 Apple XDR， 那出门呢用 MacBook Pro， 耳机呢用 AirPods Pro， 那手表呢用 Apple Watch， 随时随地可以无缝的切换。
那家庭的这么多台手机，这么多台设备，我会用 iCloud 共享一个账户，2T 的云存储，然后基本上暂时是够用的。十几年前的照片呢，我都可以随时的去看到，这种无可比拟的生态，我是不可能离开的，对吧？所以苹果一直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它在产品上有绝对的领先，在整个生态上做得非常完善，而且它每年可以保持住自己的高毛利，不停的发产品，这就是一家好公司的代表。至于 Neo Phone 呢，它就是一个非常车主向的产品了。我有2台未来的车，所以呢 iPhone 在我使用蓝牙钥匙的时候，在面对不同的车，我需要进未来 APP 去切换一下这台车，然后蓝牙钥匙才能对应的去使用。而且呢，蓝牙的节点相对于 UWB 节点，它会测距不是很准确。我有5%左右的概率吧，如果我使用 iPhone 去靠近未来的这个车的话，会有时候会在车跟前去罚站。那据我一些使用别的品牌安卓朋友的同学说，就是安卓会有一套比较严格的进程这个杀灭程序，有的时候他们会把未来的进程杀了，然后导致这个安卓手机靠近未来的车的时候，这个蓝牙的解锁体验不够好。但是 Neo Phone 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了。就给大家看看 UWB 的好处啊，我现在呢是往前走的，我的车在右边，你会看到使用 UWB 之后是会点亮灯的，对不对？但是等我往前走，看靠到合适的距离的时候，这个时候门把手才会弹出来，这个就是 UWB 带来的优势。这个时候如果我想要上车，我只要把手贴在这儿，门就自动弹开了，优雅吧？Neo Phone 呢支持的是 UWB 的节点，它是一个厘米级的定位，2台车呢也无需在 App 中去切换车辆，对吧？走进车，走进哪台车的灯就点亮，这种体验呢是完全无感的一种操作。那有人说特斯拉也有蓝牙钥匙啊，也能解锁啊，这其实是不一样的体验啊。那未来呢这个解锁是分2级的，当你从远到近去靠近这个车的时候，这个车的车灯先亮起来，但车是没有解锁的。当你靠得足够近，准备伸手去拉门把手的那个距离的时候，门把手才会弹出来。这种东西叫仪式感，而且未来的门把手非常好，只要你手搭在上面，这个车就会自动电容解锁，这个门就会轻轻的弹开。这种仪式感甚至不需要你去用力去拉，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有人说仪式感有什么用呢？其实对于贵一点的东西来说才会讲究仪式感，便宜点的东西它就只讲究功能就行了。仪式呢是超出功能之外的一些追求啊。市面上有很多声称自己支持 UWB 钥匙的车企，他们的 UWB 节点一个是布置的不够，还有一个呢是体验做的不好啊。那个都有 UWB 钥匙的，到了车跟前还要用手什么抚摸一下门把手，还要什么推一下门把手，这个体验是不够极致的。而且呢，未来还有一个驻留内存的东西叫车控卡，甚至它在手机上物理做了一个快捷按键，你点击一下这个车控卡会弹出来。如果你这时候在车外，它就会显示一些什么车的停车呀、召唤啊，然后以及我觉得用的最常见的是当前车辆的车位号。这个东西就很实用。我们的手机中应该都有大量的，比如说我们停到一个商场要拿手机拍一张车位号这个图吧，这个功能可以避免你再次使用了。那目前呢，好像有一点 bug， 那有时候它会显示出准确的车位号，那有的那个还把那个停车之后的4、5张照片发给你，有时候又突然就不发了。我觉得这是个 bug， 他们应该修复一下。但总之呢，有了这个车控卡之后，日常的用车体验是大幅度上升的，而且这个体验是别的品牌给不了你的。这个呢就是自己品牌的手机加自己品牌的车的一个好处。然后如果这个车控卡呢你在车内，它就会变成一个车内的控制，比如说空调的控制啊、播放音乐的控制啊，甚至说座椅按摩这些东西的控制。对于我的实际体验来看，对于这个车内的车控卡，我反用的频次很低啊。然后但是呢还有一个功能是用过就回不去的那种，就是 Neo Phone 的导航接力啊。话不多说，来看视频吧。来给你们演示个特别厉害的手机跟车机的互联啊。传统上你要看到这家店，你是不是得把地址发送到微信群给别人啊？在这里我们只要点一下复制，好，看到没有？车机这里直接出现了地址，点一下，直接就开始导航了，特别简单。我应该呢是不会去放弃使用 iOS 生态的，同样呢我也再也不会去双持 iPhone 了。那有人问，未来车主真的会为一把车钥匙花7000块钱吗？我觉得7000块钱真的很便宜啊，这是为了这种好的体验是值得的。你想啊，宝马的那款液晶钥匙2.2英寸的屏幕，我觉得当年都要5000来块钱，然后今天我看了一下，宝马的双11旗舰店在做特惠，不到4000块钱也能买到。
就是一个纯钥匙的功能，而且那玩意儿用起来其实是卡顿的，而且那玩意儿经常要充电，特别麻烦。我的以前也是宝马车主嘛，后来我干脆就换直接普通的那个钥匙，还轻啊，谁也不带着那个钥匙出门，因为毕竟出门甩钥匙这个事情太土了，对不对？但是出门放出 Neo Phone 的手机，哎，这个东西完全不一样。而且就算你今天去买宝马那款智能钥匙，你在淘宝上下单了，它的整个购买流程是你下单。然后呢，带着你的车架号去当地的 4S 店，4S 店要花1个月的时间给你匹配一下，匹配完了之后你再去当地的 4S 店取。而未来 Neo Phone 的 UWB 钥匙是你坐在车里1分钟就完事儿了，这简直不是一个时代的生产效率，有没有？所以再回到头来，7000块钱贵吗？我觉得还好吧。而且呢，这还是一部旗舰的安卓手机呢。最后呢 ，Neo Phone 还有一个 iOS 没有的优势啊，就是它可以模拟门禁卡。对，那个 iOS 一直是不开放自己的 NFC 嘛，所以模拟门禁卡这些东西用不了，但是 Neo Phone 是可以用的，所以对于回家可能略微也会额外的有一些方便吧。然后呢，我们回过头来聊一聊外观啊、手感这些东西。那因为呢是双持，Neo Phone 呢是6.81英寸，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机，所以呢 iPhone 15 Pro 这一次呢我只买了 Pro， 没有买 Max 啊。那手感真的非常非常好，钛合金是一个非常温润的金属，那个跟背板的磨砂玻璃结合起来非常棒。而且呢 iPhone 在改了 Type C 接口之后，出门呢只要我随身带一根雷电4的线，不管呢是充电还是数据传输，就是甭管什么设备，我用一根高标准的线去兼容所有的低标准，就非常方便了。然后侧边的快速启动按钮呢，我换成了这个相机呢 ，iPhone 的相机启动速度真的是无可比拟的Neo Phone 呢，我选择的是这个素皮搭配的版本，圆润的手感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手机可以放在桌面上完全放平了，它不像一个敲吊板，所以这是一个好评的。但我不喜欢的是 Neo Phone 的这个中框，我不知道是塑料的还是铝合金的，反正它的反射率过高了。就未来的产品其实是没有高反射率的，但未来的手机是有高反射率的，我觉得是一般吧。然后全玻璃的那个版本呢，其实看起来更爽，但是全玻璃的那个版本它的配置会比这个素皮版本略低一点，稍微有点遗憾啊。那 iPhone 的屏幕色准呢，自然不必多说，它是一个标准级别的存在。那 Neo Phone 的曲面屏呢，侧边几乎看不见绿色。然后你说支持的色域跟 iPhone 的区别，其实我肉眼并不知道。Neo Phone 更新了 1.03 版本之后，也支持了息屏显示，所以日常用的功能绝对是够的。然后解锁呢，这个解锁要好好说一说。Neo Phone 使用了大面积的超声波指纹方案，安卓机至今难以普及，因为这个方案我听说价格很贵，成本很高未来真的是第一次做手机，是不是不懂啊？财大气粗，直接就把这玩意给上了。这个解锁其实体验非常好，它的面积非常大，解锁速度非常快。那还有就是大面积的超声波的指纹，这个真的特别好用，而且录入的时候你按一次就录入了，不用搞好几次，这个确实非常方便。解锁速度也更快啊，晚上解锁的时候呢也不刺眼。而且呢，解锁这个事情是每天用户都要使用的，所以每一次解锁都会让你带来这些愉悦感。那 iPhone 呢，应该从14开始啊，那个结构光在晚上呢也可以正常的去解锁，但是你在晚上使用 iPhone 就你毕竟要把手机拿到眼前嘛，让它去识别你的面部，这个效率绝对就没有任何姿势、任何角度去摁一下手机的这个指纹解锁这个来得快，对吧？所以大面积的超声波指纹解锁，我还希望其实整个手机行业应该把它做起来啊，毕竟一个初次做手机的企业都把这玩意儿做上了，然后你们还不做，这好意思吗？iPhone 呢，不管是动画还是响应速度，甚至说屏幕的这种 ProMotion 动态的那个刷新率，都做得非常非常棒。那 Neo Phone 呢，在这些方面，我个人觉得像动画什么的是有所欠缺的，动画比较土，比较直接，就是那种硬核的，就是切换嘛，就是切换，然后滑动就是滑动，中间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打断。但反正能用是能用，但是跟 iPhone 相比，在这方面体验是要差一些的。但是 Neo Phone 好在哪儿？因为 Neo Phone 没有广告，没有预装，所以它的底层的进程不会跟你去谈任何广告类的内容。像我这种不开推送的人，那整个这个手机就是 iOS 的推送体验。那我的感觉呢，就是整体上还算丝滑的一套系统，然后没有任何广告，没有各种内存级的驻留，加上它的续航也非常棒。这个就是 Neo Phone 相对于所有安卓 Phone 的一切优势因为安卓 Phone 已经把人调教成什么，就有的时候给你弹出一些好像周边的一些优惠，周边的一些地理信息，给你推出的广告，用户已经被调教成，这个东西对我有用啊，它弹出来挺好的了。对，其实就是没有，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拍照的话呢 ，iPhone 启动相机的速度是无可替代的，而且曝光非常准确。苹果的风格一直都是那种还原真实为主的风格。Neo Phone 呢，处于每一张照片的优化要比 iOS 多，但是又没有到那种大多数安卓妖艳贱货的那个地步
那日常用呢，其实我是更加喜欢使用 Neo Phone 去拍照的，但是在夜景拍照方面呢，Neo Phone 是全面落败的。然后拍视频的话也是全面落败的。那安卓机只要你选择 4K60 加 HDR 加防抖，那基本上就完全不能看。但苹果可以轻轻松松的给你走上一套完整的 HDR 流程，对不对？这个东西的差别，我觉得要整个安卓阵营吧，跟苹果都没法比啊。然后呢 ，iOS 的几个镜头之间的切换是无比丝滑跟顺畅的，而且它的白平衡也不会跳。你在使用 Neo Phone 的时候，你去切换不同的镜头呢，中间绝对是有一些差异的。然后 Neo Phone 的几个镜头之间，刚刚进入画面的那一瞬间，白平衡会有所变化。反正整个安卓阵营可能大抵都是如此，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比不上 iPhone， 就是怎么比都比不上 iPhone， 这个就是 iPhone 的绝对吊打级的体验。所以这也是我说，你要么是手机啊，我的个人理解啊，是一定要用 iPhone 的。如果你要用安卓的话，你就要双持嘛，对啊，这个是还是能接受的。但是 Neo Phone 的3支镜头呢都是5000万像素的，尤其是它那支长焦镜头呢是 RM890，它的硬件参数呢是够的，调教呢做的也还不错，所以呢不管是解析力啊，还是这个本身长焦镜头所具备的透视效果，感觉都还可以。反而呢，我 Neo Phone 的大量照片都是使用这颗镜头来拍摄的，所以我觉得在拍照方面 Neo Phone 应该是做到了成功的，并且呢 Neo Phone 还做了一些特色的滤镜，比如我最喜欢的那个飞驰滤镜，很适合拍车啊，不止拍未来的车，拍一切车都很适合这个飞驰滤镜。那云空间方面呢 ，iCloud 呢是68块钱一个月，2T 啊，家庭是可以共享的。Neo Phone 呢1T 是3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够贵的，而且一家正经的云空间公司一般都会先给个200G 吧，就是对于像 Neo Phone 这样的产品上来就1T完全用不着嘛，对吧？就是1T 38块钱，而且没有网页入口去管理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方面都是体现出了未来第一次做手机各方面的一些欠缺啊。至于手机菜单方面呢，未来是这个行业的新入者，它的手机菜单甚至比 iOS 还更加干净。然后呢，文件权限卡的也很死，你可以随时把各种各样的程序给它那个锁定住，哎，这个在安卓上反而能给我一些更多的安全感吧。续航跟充电啊，这个事儿没啥可说的。对于 iPhone 来说，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那今年换的 C 口呢，算是解决了充电的通用性问题。但是如果你是 Neo Phone 的话，对于我是车主，我可以放在车上随时随地进行40瓦无线充电，开车的时候呢，随便充一点是够用的。然后有线充电呢，未来是一套私有协议，需要自己的充电头加线才有66瓦的功率。那充电头呢 ，PD 的协议呢是45瓦，但是它有60瓦的 PPS， 这个呢还算是比较罕见的。那峰值输出呢是支持20伏5安，也就是100瓦。不知道呢，未来是第一次做手机不懂，不小心把它做高了，还是在为以后的别的设备去预留这个头的功率啊？反正呢，未来是有点老实的。Neo Life 在卖充电头的那个页面呢，它甚至标出了各种各样的未来在售的一些设备给这个手机充电的一些功率。那我也有那个未来的那个充电底座嘛，那玩意也是别人代工的210瓦。那实际上呢，给 Neo Phone 去充电的时候可以做到57瓦，这个效率其实也是很快的。那至于 iOS 呢，今年 iOS 的充电速度确实也是变快了，每年的 iPhone 都会有一点点提升吧，但是这个提升相对于安卓阵营呢还是有限的嘛。那至于车机互联方面，就车本身来说 ，iOS 的互联主要靠的就是软件啊，就车来说就是高德导航，然后就没了。但是呢，蔚来干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啊，除了前面演示的这个导航接力之外，他们还做了一个叫 Neolink 未来全景互联。那 Neolink 的相册呢、行车记录仪呢，都是可以直接去导出的，这样显得过于方便啊。不管你是想记录美景，还是想去举报前车，这个 Neolink 的这个导出都是很方便，而且未来的行车记录仪是5路的，有前有后有左有右，还有地面低的视角，就是不管是碰瓷还是记录交通违章吧，一定逃不过。然后未来的天空视窗功能呢，则是在中控屏中出现的第2块手机界面。注意啊，这个不是投屏，这是一个平行的界面。就你手机的操作跟你这个中央的那个天空视窗是完全2个不同的界面啊。然后这改变了一切啊。这个车机的软件呢，其实是少的，永远是不够用的。但是车有7.1.4的杜比全景声，那手机的软件呢是无穷无尽的，但是手机的音响呢一定是没有车好的。所以呢，你可以利用天空视窗这个功能，用好的音响看视频，用好的音响玩游戏。那么问题来了，你我究竟是看戏的人，还是戏中的人呢？那会有一些不一样。至于一些开会软件什么的，我演示过了，我不再用的原因是我不上班啊，这不是我的刚需。总结啊，这2款呢，其实都是一些有争议的手机。那 iPhone 呢，其实今年的主要问题是，有人说这个手机什么价格太贵啦，然后吸引力不够啊，卖的会很差呀，苹果要玩之类的。那也有人会说呢 ，Neo Phone 呢搞手机呢是属于不务正业，这公司也要玩。那有人说呢，买 Apple Care 呢是一个傻瓜，白给苹果赚钱，对吧？也有人说 Neo 呢搞 Neo House 什么的也是亏损的原因。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观点呢，对于很多人群来说已经无法去交流了，他们只剩下杠。
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的思考方式啊。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商业决策真的是一个复杂的行为，恐怕不是一两个优点或者一两个缺点就是可以做出决策的。想明白这个呢，对我来说就是 iPhone 加 Neo Phone 的双持就是一个好的方案啊，还能兼顾 iOS 跟安卓。Neo Phone 呢绝对不具备挑战 Apple 的实力啊。未来做手机的原理非常简单，就如我开头所说，这就是对于苹果不开放 UWB 钥匙给未来这样车厂的一种保护。苹果们需要汽车厂商使用 CarPlay 对汽车厂商实现控制，但是对于未来这样有自己研发能力的车企是尽量避免去使用 CarPlay 的，所以这两个就没办法谈拢了。那对于这种情况下，想要一个好的体验，未来只能自己去做一个手机。对于手机行业长久来说，硬件的毛利很低啊，他们所有的手机厂商都是靠着广告，都是靠着广告 ID 这种去做推送赚钱的。那 Neo Phone 呢，没有任何预装，没有任何的广告，本身也是对手机行业的一种挑战。那目前 Neo Phone 的销量很少，不会对行业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不会有人来弄未来，对吧？就是 Neo Phone 呢，它非常早期，但是呢，你今天买回来之后，作为一个旗舰安卓机，它已经不会耽误你事儿了。作为第一款产品呢，我觉得是够的。那后面要做的其实也不难，就是跟随主流的安卓版本不停的升级呗。然后安卓的旗舰硬件非常简单啊，那每年会有一代，对吧？Neo Phone 就跟着做就好了，这个没啥特别要说的。反正作为第一款手机呢，作为车主来说我是满意的。作为非车主来说，这可能是最便宜的有 Neo logo 的一个智能设备了吧？不妨是可以考虑考虑啊，因为毕竟等你拿到这个手机之后，哪怕你今天暂时不是车主，你都会看到未来做的东西就是跟别人都不一样。大家都叫手机，那东西就是不一样。好，这就是本期短买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区订阅短买，买卖家头条、B 站、微博、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